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son。那今天我們來在開場跟這個梅菲斯特，對，梅菲斯特打的這一場比賽。那因為也是那句啊，眾所周知，梅菲斯特會在下一個版本，就是印尼服的下一個版本，或者是下兩個版本，就有一個大的削弱。那其實啊，梅菲斯特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？就是像以前所說，他最厲害的地方就肯定是他那個滴，因為他滴啊，除了可以用來不停 combo 人之外，那另外一點就是他的空中滴這個靈活性啊，非常之高。那基本上他在空中滴啊，你是很難抓到他的，而且他的空中滴也有這個打擊功能，就是攻防兩邊都兼備啊。所以的話，之前我所說，他空中滴是一個張牙舞爪的狀態。那我以前所說過，張牙舞爪的話，我們直接不要理他，等他自己下來就行了。那所以的話，就是那麼厲害的關係，所以韓服啊，應該是基於這個原因就把它削掉了。那直接削的地方只是它的一個空中滴 air dash 插下來了一下，那個速度沒那麼靈敏而已，就是那個轉的速度沒那麼快啊，就讓那些梅菲斯特轉沒那麼輕鬆。那我也是那句，我對於那些 meta 英雄改動啊是非常之同意的。那因為我是非常之不支持所有人都用同一種打法，對，所以的話我是同意任何的一個 meta 英雄的改動啊，我也這邊可以抓到。那我們別說那麼多，那我們直接來到這個比賽裡面。那 OK， 這邊呢可惜他失手了，那但是我們就別怕，雖然我們既然全都用了，但我們的 SD 已經回來了，直接把它炸死。哎呦，可惜，沒想到他那個頭盔已經存好了。那這邊呢，我可以抓到，哎呦，可惜，哎呦，那但是別怕，我們的血量是還能接受這個致命性的打擊啊。但是如果剛才那個掉下去了一下，如果我的血量已經不允許的話，其實是非常致命。那我們的容錯率還很高，因為前期打的其實打得不錯。那這邊吃了2次致命傷害，還是吃得消，因為我們的前期打的像剛才所說打得不錯，所以我們血量就還剩很多。那成功拿下第1回合啊，那這個第2回合一開始，很多人一開始啊吃我的那個黑毛控，其實都會直接拿這個李舜臣啊。那其實這個做法是非常之合理，因為一開始啊，你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counter 一些比較致命性或者是比較痛的一些傷害，例如說我的黑毛 combo 或者是一些毛筆的那個滴啊。那其實一開始如果被抓到了，其實你唯一做法就只有那個換反應英雄。對，這邊可以抓到，直接把它射下去。哎呦，哎，可以，還以為打不下去，因為這個其實這個是 Osaka 裡面一個比較古老的 bug 啊，就是你看到對面好像沒有掉下去，但其實掉下去，或者是對面好像掉下去，但其實沒掉下去，那個是一個很經典的那個視覺漏洞、視覺 bug、visual bug 啊。那其實大家如果遇到的話，其實不用那麼驚訝，就一個非常古老的 bug 而已。我給這邊抓到。那也是啊，無縫銜接這個基本功階段，連接這個技能階段非常之好。那我們的盔甲直接開，哎呦，沒有，那可能是想留一下吧，因為看到他的那個頭盔超人心可能會有 CD， 那我們就不要那麼進去，留一手比較好一點。哎呦，這邊呢可以，哎呀，那不錯，那我們直接把它踢下去，就不要讓他用技能反擊了。那拿下第2回合，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也是梅菲斯特，如果他在空中滴張牙舞爪的話，我們唯一的做法真的，除了用一些遠程武器把它射下來之外，那當然大家知道啊，我是沒有一些比較厲害的遠程英雄啊，例如說沒有魔彈那些，那我們的做法就只有一種，就等他下來。对，那之後削了之後，他那個 air dash 插下來那個效果減弱之後，我相信除了他會變得更難轉之外，他其實也是會變得更容易被對面抓到，那個就是我的那個預期的想法。那當然啊，最後是不是這樣？那還是看它更新之後我的那些體驗後才知道。對，那這邊可以，那這邊血量就一半來到這個肌膚完血啊。哦，但是這邊掉下去，你可以發現我掉下去那一下非常之痛。那其實應該是因為加成關係啊。那但是我們別怕，因為我們的容錯其實也是蠻高的。我這邊它剛好換英雄，那我們哎呦可惜。但是如果你看到他對面剛才換回這個主英雄的話，我們嘗試一下，盡快把它抓住，因為那個時候他是最脆弱的。因為他可能啊是沒有反裝，那沒有術士加沒有反裝的話，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打出一個非常之暴力的傷害。那這邊可以啊，讓我們反裝成功用完之後就把它抓住。那這邊用 BB bomb可以啊，然後再給他那個宙斯 SC 啦，這個完結了。